凱為何因譚松韻的新邀約陷入失落？背後真相遠比想象複雜。如果你最近一直在關注2026年的國產劇圈，那麼有一個話題，相信很多觀眾都已經刷到過了。譚松韻和徐凱這對曾經因為你比星光美麗而受到關注的搭檔，最近又一次被推上了熱搜討論。但這一次，大家關注的重點卻不是兩個人有沒有新劇合作，也不是他們在鏡頭前的互動有多甜，而是一個讓人非常意外的問題。為什麼當譚松韻主動拋出新的合作可能之後，外界卻傳出了徐凱似乎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開心，甚至被形容為有些失落的說法？難道一份來自譚松韻的新邀約真的會讓徐凱感到難過嗎？這到底是一次令人期待的二搭機會，還是一場時間點非常尷尬的合作安排？今天我們就來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梳理清楚。不過在開始之前必須說明，目前關於徐凱因為邀約而傷心這一說法，更多屬於網絡討論和二次解讀，並沒有足夠公開信息能夠證明徐凱本人真的因為這件事情產生了負面情緒。所以今天我們不把傳聞當成事實，而是從兩人的合作背景、節目中的信息以及娛樂圈真實的項目邏輯，看看為什麼這個話題會突然引發這麼大的討論。故事還要從譚松韻近期在《你好星期六》以及相關綜藝話題中的狀態說起。譚松韻一直以來給人的感覺都是非常穩定的實力派女演員，她不是那種特別依賴緋聞和 CP 炒作的藝人。相反，她在選擇角色的時候更看重人物本身有沒有發揮空間。也正因為如此，當她在節目相關討論中談到自己過去拍戲期間遭遇過嚴重的唇部傷勢時，不少觀眾都非常意外。很多人以前看到的只是鏡頭前輕鬆自然的譚松韻，但演員真正拍戲的時候，面對的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狀態。長時間拍攝、夜戲、動作戲以及各種複雜的表演要求，都會給演員帶來身體上的壓力。而譚松韻能夠把這些經歷講出來，也讓不少觀眾重新認識了她過去拍戲背後的辛苦。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上開始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討論。如果未來真的有合適的新項目，那麼譚松韻是否會再次考慮和徐凱合作？因為兩個人之前合作的《你比星光美麗》已經讓觀眾对他們的組合產生了一定印象。一個是成熟穩定，擁有強烈角色辨識度的女演員，一個是近年來不斷嘗試不同角色，希望突破固定形象的男演員。從市場角度來看，這樣的組合其實並不奇怪。問題就在於，為什麼網友會把這次潛在合作解讀成譚松韻給徐凱的新機會？甚至有人進一步說，徐凱可能會因為這個邀約感到複雜，甚至失落。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實就是這句話背後的邏輯。首先，娛樂圈裡的邀約並不等於正式官宣。演員被邀請出演一個項目，可能只是項目初期接觸，也可能只是制片方、導演或者演員團隊之間的一次溝通。在劇本沒有完全確定、角色沒有最終敲定之前，任何一個演員都可能進入候選名單，也可能最終離開項目。所以，如果單純因為網絡上一句話就認定譚松韻已經確定給徐凱提供了一個新角色，這顯然還為時過早。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的失落。為什麼網友會產生這種感覺？其實很可能與徐凱近幾年的事業發展有關。對於一名已經擁有一定知名度的男演員來說，最難的階段往往不是沒有戲拍，而是如何找到真正能夠讓自己突破的角色。如果一個演員長期被觀眾固定在某一種角色類型裡，那麼即使作品成績不錯，也很容易產生一種職業上的壓力。觀眾希望看到熟悉的他，而演員自己卻希望讓大家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這也是徐凱近年來不斷嘗試不同類型角色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未來真的有一個與譚松韻合作的項目擺在面前，徐凱需要考慮的可能根本不只是要不要和譚松韻二搭，他真正需要考慮的是，這個角色能不能幫助自己突破，劇本有沒有足夠的發揮空間，角色是不是適合現在的自己，項目的制作班底到底怎麼樣。這些問題遠遠比一次 CP 熱度更加重要。
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譚松韻新邀約這個話題會讓網友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有人覺得這是譚松韻認可徐凱，所以才願意再次合作。有人覺得如果真的有二搭機會，徐凱應該非常開心。但也有人認為，如果這個角色無法給徐凱帶來新的突破，那麼即使合作對象是譚松韻，也不一定意味着這是最好的選擇。這就是娛樂圈最現實的一面。觀眾看的是 CP， 演員考慮的卻是職業生涯。而這兩種思維方式有時候完全不同。當然，還有一個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問題，那就是時間。2026年的國產劇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一線演員的檔期越來越難協調。一個演員今天接觸一個項目，並不意味着幾個月之後還能夠進入劇組。甚至同一個項目，從第一次接觸到正式開機，中間都可能發生很多變化。所以，所謂新邀約，如果沒有正式官宣，就很難判斷最後到底會不會變成現實。更不要說徐凱因此傷心這樣的說法。目前沒有足夠公開證據證明徐凱本人真的因為這次潛在合作而產生了所謂的悲傷情緒。從這個角度來看，把整個事件直接包裝成譚松韻主動給機會，徐凱卻傷心了，確實有些過度解讀。但為什麼這樣的標題依然能夠引發討論？因為它剛好擊中了觀眾對於娛樂圈關係的好奇心。大家不僅想知道演員有沒有新戲，更想知道演員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是普通同事？是默契搭檔？還是未來真的有機會再次合作？尤其是當兩位演員曾經合作過一部受到關注的作品之後，觀眾天然會對二搭產生期待。而對於譚松韻和徐凱來說，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許不是誰邀請了誰，而是如果未來他們真的再次合作，他們還能不能創造出第一次合作時完全不同的化學反應。因為現在的两个人和當初已經不一樣了。譚松韻的表演經驗更加成熟，徐凱也在不斷尋找新的突破方向。如果兩個人真的再次站在同一個項目裡，那麼觀眾期待的恐怕已經不只是甜蜜 CP， 而是兩個演員能不能把角色真正演活。所以，到底徐凱會不會接受？現在最理性的答案仍然是，沒有正式官宣之前，一切都只能等待。至於所謂的傷心，更應該理解為網友根據各種信息產生的娛樂化解讀，而不是已經被證實的事實。而如果未來真的出現二搭項目，那麼真正決定徐凱是否出演的，也不會只是一份來自譚松韻的邀約。劇本、角色、導演、製作團隊以及整個項目的定位都會成為關鍵因素。換句話說，這可能根本不是一個譚松韻給不給機會的故事，而是兩個演員在事業不同階段能不能再次找到一個真正值得合作的角色。這才是這場討論最值得關注的地方。你覺得呢？如果譚松韻和徐凱真的再次合作，你會期待他們二搭嗎？你認為徐凱現在最需要的是再次出演熟悉的偶像劇，還是挑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新角色？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國產劇幕後故事、明星動態和娛樂圈熱點，記得點讚、訂閱，我們每天繼續為你帶來更多值得討論的華語娛樂新聞。